Hello， 大家好，我是店家阿博。2022 MSI 季中赛结束后 ，T1 不敌安安 G 最终落败，这对于主场作战的 T1 来说，显然是很难接受的结果。可引发赛后不少网友讨论的，倒不是安安 G 夺冠，也不是 T1 失利，而是 Faker 在赛后采访里的嘴硬。一时间，关于 Faker 人设崩塌的讨论也是席卷各大社交平台。夜之一，曾经的 LOL 第一人，竟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除了唏嘘之外，也不免有些无奈。那么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曾经那么高高在上的一个人，更是被很多职业选手奉为偶像、奉为神，粉丝称为光的人，那个谦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如果你也感到诧异，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看的 LCK 比赛太少了。从2013年世界赛夺冠之后， Faker 的职业生涯就像开挂了一样，连续4年时间斩获了大大小小各种国际赛冠军。虽然 S4 赛季对于 SKT 以及 Faker 来说是至暗时刻，但2015、2016以及2017连续3年时间，他所获得的成就至今无人可以超越。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高起点，导致他非常的自信，甚至说有点自负。2014年的中单位置上不是没有强敌，比如 SSW 的胖将军，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上半年，胖的表现都要比 Faker 更好，但他却对于胖的评价依然是没印象。过去的荣誉让 Faker 不会平视自己的对手，即便输掉比赛，他的看法更多是自己没有打好，以及队伍默契、配合或者沟通问题，可以说往往都是自身找原因，而不是把失败归到对面打得比自己好。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看法，其实很早以前就这样了。如果你有看过从2019年到2021年整个 SKT T1 赛后采访里 Faker 的回答，就可以大致了解到这种话术特点。很多时候，即便是队伍2-0或者2-1赢下比赛，但在 Faker 看来，如果自己没做好，他也会在采访里常用的话术就是：虽然赢了比赛，但对自己今天的表现很遗憾；赢了比赛很开心，但对某些方面没有表现出该有的竞技面貌感到可惜。我们仍然有些地方做到不够好，回去以后会对这些方面加强反馈。赢了比赛尚且如此，更别说输掉比赛了。因为这种言论，在你赢比赛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哇，他真的很努力呢，赢了比赛也不骄不躁，还进行自我检查。可这种言论一旦输掉比赛，甚至将过错归咎于自己没打好或者版本、场外因素的一些方面，就会让人觉得你是不是输不起，死鸭子嘴硬。Faker 这次之所以舆论下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将输掉比赛的原因总结为自己没打好，然后提了一嘴35 ping 的事。虽然这个问题从开赛之初一直聊到现在，加上因为35一事，安安 G 还被重赛，这自然引发了不少 LPL 粉丝的不满。再加上教练组提到的红蓝方版本问题，以及决赛前小吕布的夸张言论，这也让 Faker 成为了承担所有舆论炮火的那个人。其实如今你跳出这件事再看 Faker 这个人，阿博依然不会对他抱有特别大的敌意，因为无论你怎么质疑、怎么调侃、怎么骂人家，他依然是如今 LOL 职业联赛的第一人。他所取得的成绩和成就，依然没有任何一个现役职业选手可以超越。而且2022年上半年第10个 LCK 联赛冠军、MSI 亚军，比起那些没能进 MSI， 甚至没能走到决赛舞台的选手，显然是好太多了。舆论这种东西，往往都是风一吹就改变风向。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去年世界赛 DK 输给 EDG 后，很多人也是在嘲讽 Showmaker 怎样，如果 Faker 会怎样。结果到了如今，很多人将 Showmaker 当时的采访与 Faker 做类比，形成一种一捧一踩的论调。那么如果将来 T1 再次取得好成绩，是不是舆论的风向又会变了呢？说完本次 MSI 季中冠军赛，下面阿博再和大家聊一聊夏季赛。 LPL 夏季赛应该会在10日之后进行，在那之前 LPL 处于转会期的最后阶段，很多队伍都在陆续官宣新赛季的阵容大名单，这其中就出现了很多引起观众们注意的消息。
包括 IG 曾经的冠军上野、The Shy 和宁王，都成为了大家热议的焦点人物。第一个转会期消息牵扯到 The Shy 的首发位置 ，WBG 战队官宣确定引入了新上单选手 Decade。这个选手来自于 WBG 的2队，来了之后 The Shy 的首发位置受到威胁。对此，很多 LPL 观众表示认可，但同时也觉得 WBG 的其他选手也需要替补，因为 WBG 这支战队基本全员整活，上单和打野状态不稳定，都是神经刀，神一场鬼一场。中单 Angel 有时候会非常混，存在感极低，感觉就像没这个人。下路换风，场外的节奏翻天覆地。On 更是2种不同形态，一种是 on， 另一种就是 off 了。第二个消息就是关于宁王的。之前 Doinb 透露，宁王试训了几乎所有需要打野的队伍，而且 Doinb 还和宁王打过训练赛，但是效果不好，宁王非常危险。如今宁王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邪归正，背水一战的疯狂 rank， 不知道是否想要趁转会期的最后这几天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可以上场打比赛的机会，亦或者是宁或许已经找到队伍但没有官宣，如今开始努力 rank， 争取打出好的表现。然后是第3个转会消息， OMG 公布了新赛季的人员大名单。之前去 WE 试训的 Cream 最终没有离开队伍，但 OMG 战队确定引入一个新的中单， ID 为0909，新赛季有可能会和小奶油竞争上岗。另外引入了新辅助 Jory， 这个辅助来自于威武战队，威武战队的 XLB 没有离队消息，看样子 XLB 很可能继续出现在新赛季威武的人员大名单中。以上几个消息比较重磅的，阿博认为还是 The Shy 有替补的这个事情。The Shy 有替补之后，他是真的有可能变成替补的。一旦 The Shy 出现状态不好，同时 Decade 实力还可以的情况下，就会出现 The Shy 下场的情况。这里建议 The Shy 小心一点，夏季赛的这个赛季对 The Shy 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还是打不出稳定的优异表现，那 The Shy 的生涯恐怕真的就这样了，不能再翻起什么浪花了。宁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相信他自己也知道，阔别赛场太久，每拖一次自己就离退役更近了一步。阿博认为当务之急是一定要找到队伍，不管队伍实力如何，先让自己有比赛可以打，有比赛可打就有证明自己的机会，只要能重新证明自己，重新加入强队才会成为可能。 OMG 方面虽然引入新中辅，但个人认为他们继续维持原首发阵容的可能性更大。随着夏季赛的开赛，相信此次 MSI 的舆论也会慢慢平息，希望各个战队调整状态，好好备战夏季赛吧。